在一个典型的午后，都市的喧嚣一如既往。就在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，一只瘦小的松鼠正搏命般地试图横穿马路。它每挪动一小步，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。小小的身影在钢铁洪流中岌岌可危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在车轮边命悬一线的小东西，即将成为年轻姑娘劳拉生命中一个不可思议的转折点。劳拉发现了他，那时他已经瘫倒在地，细弱的身体不住地颤抖，大眼睛里写满了恐惧与绝望。劳拉的心猛地一揪，她顾不上多想，快步上前，小心翼翼地从水瓶里倒了些清水喂他。但小家伙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，他不忍心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死去。当机立断，他取消了下午的安排，抱着他奔向了最近的宠物医院。经过兽医的检查和一管营养液的滋养，小家伙竟然奇迹般地缓了过来。为了让他彻底康复，劳拉决定先把他带回家照料，并给他起名洛奇。初来乍到，洛奇显得格外警惕和拘束，但没过多久，他便适应了新环境，甚至开始有点放飞自我。他会戴上劳拉用小块花布给他做的头巾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劳拉在笔记本电脑前工作时，全在他身边打盹。人和动物之间，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情悄然滋长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洛奇已然完全康复，活蹦乱跳。尽管心中万般不舍，劳拉知道大自然才是洛奇真正的家。她把他带到一片树林，眼眶微湿地看着他，敏捷地窜上树梢，消失在枝叶间。他以为他们的故事大概就此结束了。然而1个月后，当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劳拉家门口时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是洛奇。而且他举止怪异，非常不对劲。当劳拉准备骑上电动车去上班时，他竟猛地跳上车把，爪子紧紧扒住，说什么也不让他走。劳拉有些哭笑不得。洛奇，别闹了，我要迟到了。他只好无奈地选择开车。可当他走向汽车时，洛奇又发疯似的绕着车轮打转，喉咙里发出焦躁的吱吱声，好像拼命想告诉他什么。上班时间迫在眉睫，劳拉有些无奈又好笑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预感。洛奇，我真的得走了。他轻轻地把他从车轮边拨开，发动了汽车。他哪里知道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那只执拗的小家伙竟然趁他不备，钻进了汽车的发动机舱。车子开出一段路后，一阵奇怪的抓挠声让他心头一紧。紧接着，洛奇那颗沾满灰尘的小脑袋竟从引擎盖的缝隙中探了出来，瞪着惊恐的眼睛，吱吱地尖叫，显得异常抓狂。劳拉吓了一跳，心砰砰直跳，立刻把车停在路边，手忙脚乱地把小松鼠从滚烫的机舱里抱了出来。可一落地，洛奇非但没有松口气，反而更加狂躁，在原地急得团团转，发出尖锐的叫声，用小爪子拍打地面。尽管满腹狐疑，但看着洛奇焦灼万分，几乎要燃烧起来的样子，劳拉心软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他喃喃道，我先把你送回家安顿好，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他决定先处理好这个小麻烦，再去上班。就在劳拉带着洛奇离开后没多久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。他原本停车的位置发生了山体滑坡，泥石流裹挟着断裂的树木倾泻而下，瞬间吞没了那片区域。如果不是洛奇拼死阻拦，如果他没有因为这份胡闹而耽搁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那一刻，劳拉僵在原地，冰冷的恐惧攫住了他。他终于明白了洛奇所有反常举动的含义。他不是在捣乱，而是在用他唯一也是最原始的方式，拼命地想要救他的命。劳拉的眼睛湿润了，善良原来真的不只是一种美好的品德，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回馈于你。这一次，它化作了一只小小的曾被他救助的松鼠，用他的灵性与执着，为善良的他挡下了一场致命的劫难。人们常说，善良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，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为你埋下希望与奇迹的种子，静待花开。而今天，这颗种子就是洛奇。